面谈吧。他不是在旧金山吗？视频。视频。10分钟。翻出最爱的毛衣，换了新裙赶过溪，风在窗前跳舞呢，想知道我要见你。手机屏幕闪一下，是不是你发消息？心跳刚好1%，这感觉很熟悉。我看着镜子里微笑，在确认口红的色号。别说是巧合，刚刚好，连阳光也配合的美妙。当你出现在某个瞬间，视线中的心都快停电，藏不住的快被你看见，全写在我此刻的双眼。你穿白衬走过来，阳光像特别为你而开，还像记忆中那么好看，连空气都变得浪漫。当你出现这也太不正式了吧在风里靠近，连呼吸都有点不安定。这一瞬间，所有的坚定，都为了走进你的眼睛。当你靠近，不只是回忆，我在你身边，终于唤醒。许律师，我这边可以了。许律师好。阮小姐的原稿篇幅有点长，我先粗略的过一下。比较长的话也可以不看。写的还不错，可以看得下去。谢谢。许怀颂这个家还真是冷不溜秋，毫无生气啊。许律师，你喝的这是黑咖啡吧？这么大口喝黑咖啡，我还是头一次见的。习惯了。反调色盘的制作有什么想法吗？啊，阮玉啊，阮玉，你在干什么？许律师，不好意思啊，我去拿一下资料。
那个许律师，我去拿一下资料。许律师，那个，之前呢，一位业内的朋友已经帮我做了一部分的反调色盘了。我从中摘取了几个例子，觉得可以作为反击的方向。说说看。第一个方向是情节上的，比如我在第10章写到的男主角和几个配角的对手戏，就是吃炸鸡那个情节。你放学弄个梯子来，放后门墙根那儿啊。什么梯子干什么呀？你明知故问，当然是翻墙出去买炸鸡啊。许怀颂这种清冷优雅和露水长大的人，难道会跟他们沆瀣一气，为贪吃炸鸡违反校规吗？你作业写完了吗你？我没兴趣。写啥呢？写什么作业呀？你不去，我把手机给老阮了。哎呀，完了！要是交给我爸那暴脾气，许怀颂就完蛋了。吃炸鸡去啊！我得想想办法。去不去啊？谢谢老师，等我用完了，我马上给您还回来。不急的，这个梯咱让老师慢慢用，回头得空了还回来就行啊。谢谢老师。许怀颂，这下他们不会为难你了吧？就算是真实发生的事儿，但过了这么多年，他应该也不记得了吧？这个情节怎么了？这个情节写诗人那边也有。但是仔细看，我们的描写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边是女主视角，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她的暗恋心迹；但是写诗人那边是男主视角，后续是一段男主角的心理描写，说他其实很喜欢吃炸鸡，但只是因为当时女主角就在附近，他觉得翻墙这个行为很丢脸，所以才故意表现得不食人间烟火。我觉得写诗人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男主角的表里不一。你没事吧，许律师？所以，后来把梯子还回去了，你有挨罚吗？他问的是我，不是书里的女主。难道他已经看过我的微博，知道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啦？许律师，你看过我的微博吗？没有啊。阮小姐的微博有什么我需要特别关注的吗？如果有，我现在可以看一下。没有，都是些不重要的东西，没有什么需要看的。我们继续。刚刚说了哪儿了？哦，刚刚说到我把梯子……哎呀，不是，我都被许律师你说晕了。许律师，我纠正一下，我们现在聊的不是我本人。我们说的是我小说里的主人公，而且你刚才那个问题跟我们的案子也没什么关系吧？阮小姐，为了这个案子能够取得我们双方共同的满意，作为你的代理律师，我希望你能够100%的信任我，而不是质疑我的专业能力。哦，
女主有没有受罚，跟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写生人写了。第二天，男主看到了女主在罚站。如果说你的女主也挨罚了，幸好我觉得女主太惨了，所以没把这段写进去。徐律师，你真是目光如炬，我刚刚差点错怪你了，不好意思啊。继续第二个情节吧。哦，第二个方向是人设上的。虽然呢，这两本书有很多撞梗的地方，但是男主的人设其实很不一样的。在我的小说里，男主安静优雅，成熟稳重，虽然性格高冷，但是内心很温柔，还是很有内涵的学霸。嘎，我又把阮玉学姐的小说重新看了一遍，怎么在她那儿你就成了这么一朵高岭之花了呢？哥，你以前是不是每天在她面前装模作样啊？哦，现在看来阮玉学姐应该喜欢那种调调的。哥，你要小心哦，不要人生崩塌哦。你作业太少了。但写诗人那边的男主，我总感觉，如果说我的男主气质比较像是《流星花园》里的花泽类，那写诗人的男主反而有点像《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别动啊！这是我给阮玉的。哦，阮玉，又是给阮玉的，这个给阮玉的，这个阮玉天天来追啊，那必须。喂，女人，刚在食堂看到你爱吃的烤玉米，拿去。不必，又是你啊！什么十班道明寺？你以为你什么霸道总裁吗？哼，幼稚！看什么看啊？不知道阮玉是我看上的人啊？我没有把你告到老阮面前，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要是再对我死缠烂打，打扰我学习，咱们就教导主任办公室见。阮玉。还有，道明寺了不起啊？我喜欢的是花泽类。不好意思啊，你刚刚说什么？哦，我可能说的太复杂了，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写诗人的男主很贪玩，很幼稚。那个年龄的男生，不都差不多？怎么没有？怎么会差不多呢？写诗人的男主跟我的男主可差太多了。你看他成天为了炸鸡可乐费尽心机的，这还不贪玩吗？而且他为了博得女主好感，每天都在女主面前装模作样，这还不幼稚吗？这跟我的男主一点都不一样。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些情节可以证明，你等等，我找给你看看。不等了，今天的会就先到这儿，改天继续。这么突然就挂了吗？怎么好像还有点生气啊？我说的又不是他。
做啥梦呢，大兄弟？能问出这种问题，那这辈子是铁定做不了高冷贵族了。高冷要优雅，要胸有成竹。这么高冷吗？不对劲，很不对劲。许律师，你睡了吗？没什么要紧事儿，我就是想请教一下，今天的会上我是不是哪里说的不对？你怎么突然挂了视频啊？没有，当时来了别的工作。不过我也确实认为，阮小姐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大肆批判对方的男主，这样不客观、不理性的状态，并不适合继续谈案。原来是因为这样，太严格了吧？许律师，你误会我了，我那只是因为看你不认可两个男主的不同，有点着急。我认。喜欢的根本就不是我，这牌怎么摊？精英律师就是不一样哈，时时刻刻要保持客观理性。他约你后边开会的时间了吗？没有，但愿他是被什么大案子给绊住了，没什么时间再给我开视频会议了，不然我这一天天的就跟上学监考似的。也不是不可能啊，我查他的资料，他在美国负责的 SJ 侵权案，当年可是引爆外媒讨论，说年轻有为的许律师单枪匹马帮 SJ 起死回生。据说啊 ，SJ 现在付给他的法律顾问的费用，都够他后半辈子吃穿不愁啦。这么厉害，不枉我当年暗恋他那么久，说明我眼光还是很不错的。你光眼光不错可不行，他那么聪明，你确定自己没穿帮？小姐姐，谢谢你啊，我们自己再试试。好的。目前还没有。我跟你说，我为了不露馅，每天跟他斗智斗勇，可太累了。视频一次就像跑了800米一样。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倒是没什么变化。我怎么听出了一种余情未了的调调？哪有？怎么没有？你看你现在每次提起许怀松那个样子，情绪波动的，跟18岁有什么差别？谁碰上这么离谱的事情能没点情绪波动啊？再说了，这28岁的恋爱，也不可能像18岁那样，有荷尔蒙的冲动就够了。
这不光长相上要有生理冲动，相处起来要有人格魅力，还要精神上三观一致，灵魂上有所共鸣。这4个条件可是缺一不可的。我现在这点情绪波动，哪够得上什么旧情复燃？顶多也就是对青春时光的追忆，对年少时那个自我的怀念吧。不愧是作家，又是4大条件，又是追忆怀念，切割的挺清楚啊。他好歹是当年那么喜欢的人，再遇见，总有点亲近感吧。我这一天天捂着马甲生怕掉了，哪敢对他有什么亲近感啊？再说，这都已经过去10年了，他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律师，他还是别那么负责了，最好能把我的案子全都交给刘律师。那刘律师呢？你们工作也接触几天了，中间有没有迸发一些爱情的小火花？你别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没心思谈恋爱，我就算要谈恋爱，那刘律师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适不适合？那像我刚跟张琛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很嫌弃他，他最后怎么样？真香，是挺好闻的。您好，帮我拿一瓶这个，谢谢。怎么了？总感觉有人在看我，怪怪的。是大白天的，你要从言情频道转到惊悚故事了。挑你的吧，要哪个？跳完了。转学姐，哎，真的是你？请问你是？我是岑思思啊，学姐，你不记得我了？啊！天哪，学姐，我真的好久都没见你了。我刚刚在那边偷瞄你半天，我还怕认错人呢。哎，你毕业以后就留在杭市了是吗？这是我们大学学妹岑思思，跟我一样是中文系的。哦，这是我的好闺蜜沈明英。呀，沈学姐好。哎，我记起来了，那时候你跟阮学姐都跟石灿在文艺部，对吧？我跟石灿是发小，我去看他的时候见过你好多次呢。看你们仨从早到晚都泡在文艺部里，真好。哎，对了，过几天他在杭市有个演出呢，你们没约着见一见？我们现在联系的不多，确实也不知道他的行程。哦，确实是他去年回国发展之后，确实挺忙的，就连家里人都很少能见得到他。但是你说再怎么忙，也不能忘了老朋友，对吧？这样，改天我约他时间，咱们几个一起聚一聚，可以吧？哎，学姐，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算是自由职业吧。啊，不会是作家吧？算不上，也就是个普通写手。你呢？毕业以后找了什么工作？啊，我呀，我就是在家里的公司上班呢。不过咱们学校真的是人才辈出啊！你看石灿是大明星，学姐你又是知名作家。不过我倒是认识几个网络作家，这个圈子好像挺不好混的，他们也都挺不容易的。我还好吧，我比较佛系，自己写的开心就好。啊，是，现在网络舆论环境也不太好，学姐你能看开点挺好的。不好意思，接个电话。你客气什么啊？你忙。许律师，刚刚得到法院那边的消息，案子进展到追加被告这一环了。这么快啊？许律师，你那边应该很晚了，还在工作？世民，习惯了。啊。我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问你，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你可能和被告认识。
认识。嗯。他跟你是大学同系，低你2届。他也是恒大的。没错，他叫陈思思，有印象吗？我正在跟他一起吃甜品呢。看来从之前网上泼脏水到今天的偶遇，可能都不是巧合。网文圈里都懂的套路：抄袭小透明，剽窃别人的创意，再塞点钱让对方闭嘴。这虚假的声明，温香是把网友都当傻子吧？1年不写东西，到底是灵感枯竭还是没得可抄了？以前那些作品真是他自己写的吗？学姐，你没事吧？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看你脸色怎么不太好？学姐，你怎么了？没事吧？学妹，你是不是在千和网有一个叫苏成的笔名啊？啊，学姐，你是神仙吗？我不是神仙，我是温香。直接坦白局啊！我干脆找个法官来这儿给你俩开庭得了。学姐，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哎呀，你说这世界也太小了吧？那微博上我，哎呀，我的妈呀！没，啊，我冷静一下。学姐，不是，你看，这事儿误会大了。我要是早知道温香是你，我肯定不会发那条微博的。是吗？哦，为什么呢？你肯定不会干抄袭这种事儿啊，学姐。你是不是把我给告了？你看，这误会可闹大了。我要是早就知道苏晨是你的话，那我就早点告了。本来也是我做的不对，学姐。我也没有想把事情闹大。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误会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和解。真的啊，学姐，那太好了。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的话，他得骂死我。要是石灿也知道了，那他得多为难呀。学姐，你要是愿意原谅我的话，我一定公开向你道歉，争取消除对你所有的负面影响。我以后绝对再也不犯蠢了。你就是让我当牛做马，我都愿意。你也知道你做人不行啊，多大的事儿啊！但是和解程序我确实不太懂。和解当然要跟律师谈啊，关键我们不懂流程，万一谈错了，那不是给以后制造麻烦？也是，官司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能说了算的。你明天有空吗？明天？我明天公司可能要开1天会，我可能走不开。学姐后天可以吗？也行。那法庭那儿，我可以让他们暂缓流程，你不用担心。加个微信吧，方便我们后面联系。好。这是整理好的和苏成的对话内容，辛苦2位律师看一下。从对话内容判断，
岑思思可能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温香。不一定。事情比较复杂，明天当面聊一下吧。两位什么时间方便？明天下午1点可以吗？我这边没问题啊，许律师。推迟4个小时。啊？你那边岂不是凌晨啊？时间上午都可以的，以许律师为准就好。行，阮月，那明天咱们就下午5点公司见。谢谢。Thank you。OK， 这边。哎，许律师，真是太感谢您了。要是没有您，我们这异国他乡的摊上官司，不定让他们欺负成什么样了。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公正的保护和救济无辜者，这也是我们律师应该做的。话是这么说，但我们就是一帮穷打工的，只有您愿意公益为我们打官司，还前前后后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总之，谢谢，谢谢您。出门在外，还是得靠咱们自己同胞。行，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我先走了。喂，哥！哎，气死我了！那个苏成竟然怂恿我起诉阮玉学姐，我发给你看。思来想去，还是建议你起诉文香，毕竟她侵犯了你的著作权。妹妹，你刚进入网文市场，不知道温香抄袭的举动会给你后续带来多大的伤害。你看到了吗？那我怎么办呀？那就让他先证明，他就是苏成本人。许律师应该是睡了吧？他那边已经凌晨了。也是。那咱不等他了，没事。许律师不在，这不还有个刘律师呢吗？是吧？那咱接着昨天的话题聊。好。岑思思给我的感觉是有些用力过猛的。在我跟他说我是温香以后，他下巴突然猛地磕到玻璃杯上，眼睛都痛得开始闪泪花了，揉了好半天才说，不会是开玩笑吧什么的。还有，他被戳穿了以后满脸通红，拼命的用手扇风。这些动作在当时看起来只是显得他很震惊，但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太对劲。你的意思是，他都是演的？他应该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直接的摊牌，所以他那些夸张的动作，我觉得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好为自己的反应多争取一些时间。所以，我认为他还有后手。后手？不会的，哪有那么多后手？你们这作家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可是他的那些行为确实让我……许律师，你怎么回国了啊？你不说律所见吗？这什么呀？岑思思的后手。许律师，
你怎么回国了？你不说律所见吗？这什么呀？岑思思的后手。这也太绿茶了吧！不好意思啊，有点激动。绿茶是？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了。不过我有个疑问啊，你们是怎么联系上写诗人的？我之前联系过他，他总是神神秘秘的，最多也就只愿意出一个声明。现在他居然能配合你们当卧底。我们是专业的律师，当然也要有一些专业的办法了，要不然你这代理费我们不是白拿了吗？那像岑思思这种故意上门挑衅，而且明里一套背后一套的人，请问两位专业的律师，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等会儿他要是问你接下来怎么办，你就说拉黑被告，出气。为什么？拿出点律师的专业精神来好吗？这种时候应该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我知道，你按我说的答就行了。要是真的很讨厌这个岑思思的话，直接给她拉黑也行。你小学生啊？现在证据都给你送上来了，当然是要协助当事人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这俩人的关系，对呀，对。刘律师有句话，我确实不应该说。不过你作为我们律所的合伙人，确实应该再提升一下自己的办案能力和业务水平嘛。以你目前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来看，我建议还是由我来做主要对接。已经这么剑拔弩张了。好啊，好啊，好啊！刘律师，别往心里去。许怀颂啊，你个老狐狸啊！谢谢两位律师了。他的电话有吗？岑思思的吗？对，有。录音取证会吗？你是说岑思思还不知道自己被写诗人出卖了？我可以假装不知情，向她套话。不太会。徐律师能教教我吗？如何有效地进行电话录音？我们要试图去引导对方在第一时间就确认身份。我明白了，就是说不能跟他绕太长的时间，要尽快引他说出重点。没错，所以有信心吗？我大概了解他的心态，可以试试。啊，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那个点呢刚吃过午饭，脑供血少，他的反应力会下降，没准就不容易起疑心了。月月，那明天你吃完午饭以后，你的思考能力会不会也下降啊？别担心，刘律师，我可以提前吃饭。行。哎呦，
一说到吃饭，咱是不是也应该把今天的晚饭吃了？都这个点了，不好意思啊，打扰到这么晚。要不我请你，还有许律师一起吃个晚饭吧。行啊。主任，你就把手机还我吧，我保证我下次再也不玩了，真的再也不玩了。主任，你别把手机还他，他保证下次还玩，真的还玩。你俩干嘛呢？一对一劲儿说相声呢，赶紧给家里打电话。主任，我家长都在国外呢。在国外怎么了？国外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不打通这通电话，你们俩谁也别想走。教育不了你俩。限制你了。在国外是吧？Hello，I'm Feng Zhu，怀石许 teacher today， 能说中文是吧？啊，太好了，太好了。是这样啊，我是一中德育处主任朱峰啊。今天呢，许怀石违反校纪规定，把手机带进了校园。虽然说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啊，抱歉啊，我暂时不方便处理他的事，您可以直接联系他的监护人，电话133。您稍等啊。哎，哥，你这是背信弃义，公报私仇。你这是报复我，偷看你手机短信。对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带手机去学校。您联系到他监护人之后呀，也麻烦你跟他监护人清楚说明他的撒谎行为。好，那感谢您的配合啊，那就这样，不多打扰了，再见啊。1000字检查，明天上课之前放在我办公桌上。啊什么啊呀？你笑什么？你1500字。啊？你跟你妹妹关系是不是一般啊？这妹妹出事了，你也不给兜着点儿。她闯的祸已经够多了，都不过来。非常感谢这段时间许律师还有刘律师对我的关照。哎呀，文月，这么说就太客气了啊，这我们应该做的嘛。我开车了，就不喝了。那许律师你喝点别的。给你点一可乐。不健康。您好，帮我来一杯柠檬水，谢谢。好的。阮玉，咱们喝。也是，工作压力大，喝点养生的比较好。是。来，尝尝这个。认识啊？阮小姐，我提醒一下，未经他人允许擅自拍摄他人照片，会有一定的法律风险。我不光要拍照，我还要抡拳头呢。啊？要帮忙吗？不用了，私事。你欣赏这款香水，味道很不错。我是专门借您挑选的，您不觉得很符合你优雅的气质吗？是吗？这个香水是我陪你女朋友买的，我怎么不觉得它符合这位小姐的气质呢？阮玉，这么巧啊？是啊，无巧不成书嘛。要是不巧的话，我还看不到这一幕呢。你觉得那人是谁啊？你没听他刚才说吗？私事儿。
肯定前男友吧？都前男友了，也不要这么生气。没有爱，哪来的恨呢？也就是心里没放下。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跟我谈商务合作的林老板。这位是我是张川女朋友的闺蜜。林老板应该不知道张川有女朋友吧？不过也是，谈生意嘛，又不是谈恋爱，也不需要交代家底，是不是张川？对。想和我谈生意的人多了，你算老几？我凭什么和你谈？林，阮玉，你真的误会我了。我误会什么？真的在……什么情况？这谁啊？我女朋友闺蜜。管的有点太宽了吧？我们好好的合作，你给我搅黄了。你们那是正经谈合作吗？什么合作需要摸着他的手谈啊？摸下手怎么了？我摸一下你的手又怎么了？你干嘛？我就摸呀！我就。你又是谁呀？我是他的律师。这位先生，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根据《民法典》第1010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肢体行为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吃饭带个律师，什么大人物？别闹了，走吧，合作怎么办？没事吧？吃吧。不好意思啊，刚才因为一点私事耽误了我们吃饭的时间。哎呀，你这么说又见外了。没事，我们都吃得挺好，是吧，怀松？嗯。不过你好像要迟到了。啊？下个当事人的会面。对，哎呦，你看，得亏你提醒我一下，你不说我都忘了。阮玉，我还有点事儿呢，我就不能送你了。让他送你。啊，不用麻烦了，我打车就可以了。哎，别打车，不安全，万一再碰上刚才那2个人呢？你。小车。去吧。那谢谢许律师了。要不要告诉他？你如果需要法律帮助的话，可以说。哦，好。不过暂时还没到那个地步。许律师，你说，如果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在摸其他女人的手，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为他在劈腿？你确定那还是男朋友？当然确定了。
于情可以，但于理，证据不足。这都摸上手了，还不能断定为他是在劈腿吗？不能算作确凿的证据，但你有和他分手的权利。我和他分手。嗯。徐律师，你误会了，那个人是我闺蜜的男朋友。抱歉，是我理解错了。没事儿，我就是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把照片发给他。这万一把照片发给他，结果是我误会了，那岂不是在惹事儿？可如果他真的是个渣男，在劈腿的话，如果他们真的相爱，不会因为你发了一张照片而分手。如果他们本来就存在信任危机，就算你不发这张照片，他们这段感情也迟早会走到头。有道理哎。许律师，你在感情方面还挺有见解跟经验的。许律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国外也会接一些离婚案，看得多了，经验自然就会多一些。这样啊。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你自己考虑考虑，再做决定吧。谢谢你啊，许律师。回想过去的画面，匆忙写下的句点，路过多少个日月，没有言语的离别，朦胧视线的边缘，风吹散过往的碎片，思绪弥漫眼前，凝结成云烟，随即无声飘远。记忆的每一片，以
天翻过枝叶，你却印在每个故事背面，不停在浮现。不好意思啊，许律师，我不小心睡着了。我们什么时候到的？刚到，正要叫你。啊，谢谢你送我回来。不客气。啊，那我先走了。许律师，你路上注意安全。嗯，再见。嗯。明，怎么啦？喂，阮月，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有件事要跟你说。哦，我正好也有事想跟你说，要不你先说。我发现陈思思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都是模仿你的。你要跟我说的是陈思思的事情啊？对啊，怎么了？哦，就没点别的事情要说吗？哦，你说张川那个事儿吧，他一回家就跟我说了，说他今天跟一个女老板吃饭，被你碰见了，这不误会了吗？哎，没事儿，那个商务黄就黄了，不行再接一个。他就跟你说是跟女老板吃饭？对啊。怎么了？你还看见什么了？你看看呢？啊，这个他也跟我说了，因为他们今天那个品啊是一个护手霜，当时正在试品呢，这不让你看见了吗？就误会说他在摸人家手。哦，涂护手霜呢？那可能是我误会了吧？你放心吧，要是他真的敢劈腿，不用你说，我第一时间给他踹了。行，你关注点啊，我先挂了，拜拜。以后线下对接的事让别人来负责。我只负责远程视频，还有直播推广。我不是看你这张脸讨女老板喜欢吗？你这样是浪费自己的优势，逢场作戏而已，又不算对不起女朋友。你这么死板怎么赚钱？以后被你女朋友嫌穷，可别后悔。那是你的想法，我跟我女朋友感情好得很，不用你操心。泡完了吗，宝宝？哎呀，这水都凉了。我早就跟你说了啊，泡太久对身体也不好。哎，他这个最近为什么进饭店啊？我没注意。我还给你买了新的藏文花泡脚包，明天就到了。真的啊？啊，太好了，这个艾草的我已经泡腻了。哎呦，知道喽。哎，宝宝，你看见我手机了吗？刚还……丢三落四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这不有你吗？哦。表姐快到了，瑞玉也快到了，准备准备好了。这才11点，他不是12点到吗？他怕错过最好的那个打电话的时间，所以说他提前1个小时出门了。
电话呀！哎，你好，你好，问一下，那个志坤律师事务所是这儿吗？是的。这是那个叫什么许怀啥的外卖这是？啊，您好。啊，请问是许怀送的外卖吗？啊，好像是的。啊，那你给我，我给你带上去。啊，麻烦你了，谢谢啊。接电话。哎，许律师，你的外卖。外卖？我没点外卖。这上面写了你的名字。那一定是送错了。我从来都不吃外卖，另外我也没有国内的订餐软件。哦，哎，在这儿呢你。哟，阮月，你到了。你订的炸鸡呢？我给你买的可乐都送到楼下了，可乐配炸鸡绝配，兄弟。炸鸡呢？这儿。哎，你给拿上来的啊？那正好，咱一块儿吃。哥，别说，阮玉学姐现在可能已经不喜欢你了。就算还有点什么，她心里那个人也根本不是真的你。她连你爱吃炸鸡也不知道吧？哼哼，你要是摊牌了，她能接受真实的你吗？刘律最近跟律所的同事组了一个减肥小组，谁要是点了外卖被别人发现了，就要在公司的群里发红包。不过没关系啊，刘律，下次如果还想吃的话，还是可以以我的名义，我会帮你瞒着。但是我要提醒一下，炸鸡非常不健康，以后要少吃。行，好嘞，明白。那许律，你自律？当然。哎，好嘞，来，阮玉，我给你倒点可乐吧。可乐配炸鸡，哎呀，完美。谢谢。许律，你也就别喝可乐了，可乐也不健康。真好吃。香哦。明，你想吃鸡腿吧？你吃。你刚不还说过能吃2个大鸡腿吗？我想吃黄瓜炒鸡蛋，我吃这个就行。鸡腿无所欲也，许怀颂亦无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鸡腿而取许怀颂者也。真不吃啊？不爱吃，那就归我了。我正好出门前也吃过饭了，现在也不饿。刘律师，你多吃点。哦，你也不吃？那蕊蕊，你把这个饮料喝了吧。香啊！许律师，你喝点饮料吧，这个应该是你爱喝的，也比较健康。谢谢。送亲一杯纯正黑咖啡，祝亲开启活力的一天。上回许律师喝咖啡也像喝可乐一样，不苦吗？习惯了。许律师，你喝的是什么呀？黑咖啡吗？我还是头一次见人喝黑咖啡喝这么大口的。习惯了。有些事情啊，苦不苦的，
只有自己才知道，对吧，许律师？真好吃。那我打了。你好，我是阮玉，请问是岑思思吗？我是学姐，我存过你号码了。身份确认。你现在方便说话吗？方便的，你说。是这样的，本来和解的事情，我打算请律师和你谈，但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先跟你聊一聊。其实前段时间有家影视公司跟我聊过版权改编的事儿。是这样的，他们希望我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丑闻，否则的话，影视改编也会被搅黄。学姐，我这里信号不太好，要不我们还是当面聊吧。1点在南湖茶餐厅见，怎么样？离你家也挺近的。好，我们一会儿见。他好像有所警觉了，从这里去南湖餐厅大概需要20分钟的时间，我现在就过去吧，以免出岔子。你一个人能行吗？应该没问题吧？机会只有一次，我陪你去。录音笔，上推录音，下推保存。谢谢许律师。觉得打电话套话也没那么难，但是真要见面了，感觉心跳都加速了。做套眼保健操吧。啊？你小说里好像有写，看起来有用。对不起，签错了。签错了。那对的人是谁啊？渣男。小说嘛，都是骗人的。做眼保健操是骗人的，还是喜欢我是骗人的？眼保健操管什么用？那天明明是骂了他100遍渣男，才成功冷静下来睡着的。
学姐，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你当面解释。思思，我考虑过了，和解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的律师不只代表我的个人立场，还要为影视方考虑。为了不影响这本小说的影视改编，他们要求你在道歉声明中承认自己不仅发布过污蔑我的长微博，也曾煽动水军攻击过我。我没有啊，学姐。啊，我也知道发这样的声明确实是挺难为人的。但影视制作公司的意思是和解不成就继续起诉。可是学姐，我真没要故意攻击你。我当时发那篇帖子的时候，是因为我真就是那么以为的。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你就是温香啊。后来那篇帖子它自己发酵到那么高的热度，跟我真没关系，那就是网友自发的行为。思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做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的。你就算现在不承认，等之后调查起来也会被发现的。咱们呢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你是我的师妹，我当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不好看。那学姐，你能不能先撤诉啊？你看你撤诉了以后，还是可以找律师把事情查清楚，咱们庭下和解，和和气气的，这样不是很好吗？这倒也是个办法。可万一我撤诉了，有心怀不轨的人给我挂一个心虚的名头，再怂恿写诗人起诉我的话，那可怎么办？学姐，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如果对话陷入僵局，可以跳脱出原本的思路，尝试换个话题带动他的情绪，让他放松警惕。思思，其实我最近过得特别不好。我知道，以现在的这种情况，别说影视版权卖不出去了，再这样下去，网站跟我解约也是分分钟的事儿。怎么会呢，学姐？你可是网站的摇钱树。现在作者一茬接一茬，很快的。等我被千和网踢出了局，别的网站肯定也不会再签约我了。学姐，你多虑了。就算真有那么一天，至少石灿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毕竟你当年在学校那么关照他，对吧？他现在那么忙，不会顾得上这种小事儿的。我本来还想，只要真的是你买的水军，有石灿这层关系在，至少我还可以求求你。那不然，学姐你就求求我呢？真的是你？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温香是我？我说我不知道，你不也没信吗？你不是说，在大学的时候，是在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文章才有的文学梦吗？你未免也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吧？从那时候就开始抄了吧？一篇抄袭的文，凭什么数据那么好？
我就是想让大家看见真相，就是没想到，学姐你也太不堪一击了。我不过就是买了那么一点儿水军，你就不行了？姐姐，对不起。停下呀！哎呀！姐姐，对不起。抱歉啊，没看准孩子。没关系。我发现岑思思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都是模仿你的。刚刚在想什么？许律师，幸好你刚才眼疾手快，不然我差点就露馅了。表现还不错。我的演技是不是能上8点档啊？够糊弄外行的。意思他是内行，那我这演技在他面前……陈辉，一会儿你送一下阮小姐，记得把录音备份给她留律。好。许律师，你不回律所吗？对，我要去机场了。你是现在就要飞回美国啊？那你这一次是专程为了我的案子飞回来的？在阮小姐眼里，我是这么闲的人吗？还是多谢许律师今天陪我来取证了。你工作这么忙，多注意身体。开车注意安全啊！学姐，刚才是我情绪失控了，说了很多违心话。其实我没做那些事儿的。你还在南湖附近吗？这是反应过来被录音了，来找补了吧？不方便，还是之后法庭见吧。Come in. Hello, Mr. Shu. It's for you. Flowers for me. It's the flowers that you bought. And don't worry, the payment has already been made. Can I help you move in? Sorry? No. Oh, what's the problem? I just really don't need them. And do me a favor, I throw them out. No need? Thank you. Okay, okay.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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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主人来电话了。喂，给你地址不是为了让你给我家里塞满东西的。什么东西啊？一盆非常丑的花。啊，哎，丑吗？那花是阮玉特地买来感谢你的。我想来想去，给你房间里添点生机，不是也挺好的吗？
而且 ，Sir, excuse me, sir. I'm sorry. Can you bring the flowers back to me? Why? Thank you. Okay, no way. Bye bye. Bye. 许怀总帮你这么大一个忙，你没好好表示表示？当然表示啦。你看，我送了他花，刚牵手。你果然啊，写言情小说的人就是会玩浪漫。送的什么？是卡布奇诺还是蓝色妖姬？哦，卡罗拉也不错。长寿花，既能清热解毒，又能安神醒脑，还有助于睡眠。他经常国内国外的来回飞，就有助于他倒时差，很适合他。走实用路线啊，也未尝不可。那是只送了他一个人吗？哎，慢点啊，猫哥，没事没事，这不重。放那儿，猫哥，放那儿。歇好这个酒，我放那个角落上。那之前那个呢？谢谢。客气了，许律师。其他的资料我已经在整理了，到时候还要再麻烦你了。不用这么客气。谢谢姚丽蓉让我去趟公司，不知道又要发什么疯。感谢委托人阮小姐送的发财树。你刚在电话里说，而且什么？哦，我是说阮玉给整个律所都送了，也不好少你那一份嘛。解约？您的意思，我们现在要跟温香的新书解约？你知道这些日子有多少网友到我们的官博底下骂吗？说我们要出版抄袭的作品，不要脸。抄袭这件事，我们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吗？写诗人本人出面澄清，剩下全都是苏成他在带节奏，他在污蔑温香。舆论爆炸的时候，真相还重要吗？当然重要啊！真相不重要，要法律做什么？这些舆论都是苏成恶意挑起来的，温香已经在起诉他了，网友马上就会知道真相。反正我明确的告诉你，3天之内，如果这场抄袭风波还不平息，我们就要终止和温香的一切出版合作。现在跟温香解约，就相当于站边苏成，这会给温香带来适可而止。我知道，你和他是同学，所以你向着他，但是你要搞清楚，给你开工资的是李文，不是温香。您要非说工资的话，当初我刚进立文的时候，公司什么资源都没给我。我看中的作者，但凡有一点起色，就会被别的编辑挖走。是温香，他把大家都看好的小说给我做，100%的信任我。他除了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更是我事业上最好的伙伴。如果没有他，我在这行早就混不下去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做到这个位置，应该也有温香的功劳吧？像现在这么黑白不分、过河拆桥，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合作？沈明英，你最好谨言慎行一点，别让人当靶子。如果当靶子能挡在温香前面，这个靶子我当定了。录音证据在法庭上只能作为辅证，但之前的反调色盘对比可以证明小说的独创性表达。把这项工作继续做完。好的。徐律师，第13章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晚上我再整理一下。嗯。抱歉，我接个电话。哦。喂，在家。不排除是被告实施的报复行为。SG 的高层应该都最清楚，被告是有能力对炸弹实施远程操控的。那是警察的事情。好，那你们处理吧。抱歉啊。徐律师，你那边是不是太晚了？咖啡又白喝了？你刚刚说什么？哦，我是说你那太晚了，我们还方便继续谈吗？行吧。那就第14章。那就第14章，第3段。他原本并不喜欢毛茸茸的动物，直到那天路过艺术馆，看见他在草丛里投喂一只流浪猫。阳光、微风、青草地、猫，还有他，这些所有构成了一幅温柔到极致的画面，投落在他心间。从此后，如同爱屋及乌一般，他开始学着他的样子，去和学校里的每只猫说嗨，却始终没能对他说出那声嗨。许怀颂本来就喜欢猫，我为了粉红泡泡瞎改什么呢？这2句话还真是撞得一字不差。许律师，你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你塑造的人物心理是爱屋及乌，那对方并不是。啊？
我知道了，写诗人的男主是早就知道女主要路过艺术馆，刻意表现了这一出的，所以他不是什么爱屋及乌。是我先入为主了，我忘了他把男主改编成心机男了。心机是贬义词吧？不是，许律师，你别又误会我对这个男主有意见。我很理智、很冷静的在分析的。心机也算是个中性词吧。往好的说，说明这个男主很聪明嘛。你这咖啡烫不烫啊？你快给他擦擦吧，许律师。不烫。许律师，他多大了呀？有没有打完疫苗？他现在能洗澡了吗？疫苗都打过了，大概6个月左右。哦，行，那你还是帮他洗洗吧。这小猫咪舔到了残留的咖啡，可能会有危险的。案子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聊。怎么洗？你不会？这不是你的猫吗？那是谁寄养在他这的？怎么洗？你需要给它准备猫浴液，吸水毛巾，最好还有烘干机。然后把小猫放在澡盆或者洗脸池洗都行，需要用38到40度的温水。你要注意。等等。我现在要做什么？你先把水温调一下，等会儿别用花洒直接淋它。然后呢，先把水放到澡盆，水位一定要稍微浅一点。它可能有点害怕，你动作稍微轻柔一点。现在应该怎么做？你可以左手捏住它的脖子，下手不要太重啊。然后呢？然后右手沾水，慢慢把它的脖子以下打湿，就可以给它上浴液了。你注意一下水，别呛了它。洗好了。哦，好，许律师，那你拿那个吸水毛巾给它擦一擦，再给它送到烘干箱里面，擦的时候轻一点，然后烘干机的声音也调小一些。
喜欢猫啊？真好。许律师，我还在这呢。哦，我忘了。我要洗澡。许律师，那你帮我搬，不是，你把电脑搬出去呗。你不会光是你啊？哦，对，天哪，裸男！哇！许怀颂，干嘛？你干嘛？什么情况？我从人招来，快！我招来什么呀？他家猫把咖啡溅了他一身，他又不会给猫洗澡，他又溅了一身水的，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场景了。哎呦！哎，不对，有疑点。什么疑点？首先，他养猫；其次，他养猫不会给猫洗澡，所以会给猫洗澡的是谁？你是说，他家里还有别人？他有女朋友？也可能他平时就是带猫去宠物店洗了。不过你说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确实。他家明明有烘干机，家里应该是有人给猫洗澡的。再说了，他也老大不小了，人又那么优秀，没有女朋友才不正常吧？哦，对，有正事儿我忘说了，好消息，你们网站官微可发声明了啊！说经过调查确认，写诗人承认自己不是原创，苏成对你的指控又没有证据，所以最终确认您就是清清白白的原创作者。我声明发给你了，你看看。刚刚都没注意。两位律师，这是千和网发的调查声明，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辅助证据？你是没看见我们主编那个嘴脸，昨天还在那儿一通突输出，跟个机关枪似的，结果今天呢，看到声明态度180度大转变，变脸那个快呀！果然，能屈能伸的人才能做到那个位置。你又跟你主编吵架了？没有啊，我是据理力争，他无能狂怒罢了。辛苦姐妹为我挡子弹。没关系，你请我吃饭就好了。请你吃好多。好的。有了这个调查声明，诉讼的胜算会更大。不过陈思思被网站当众打了脸，估计又要安排水军带节奏了。小问题，既然捂不住别人的嘴，那我们就自己闭上眼啊，眼不见为净。还真是。是刚在眼前遮住了脸，就被刘律师给揭开了。这波是2换1啊！放弃了写诗人，打了苏成脸，就为保一个温香，可真舍得。谁更赚钱就保谁呗。不过要我说啊，温香这成绩也就是运气好，明明苏成写的更好。这个社会需要正义的发生，我还是无条件支持苏成。你很闲，还好啊。那就拿去重写。你这律师声明力度不够。我不要面子的吗？声明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不能一针见血，就等于一败涂地。是当事人的权益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你行你来。刘律师，这回没开玩笑，你这工作真不够到位。
哎呀，是写的匆忙了点儿，一堆案子忙昏头了。刚才那些截图也忘过脑了。录音证据已经固定，可以跟被告正面开战。刚才的网站声明只是第一步，出现舆论反弹是正常现象，不用在意。后续还会发布律师声明，今天之内会彻底扭转舆论风向。这刘律师确实不太行啊，神经是够粗的。论靠谱还得是许怀颂许律师，但是他好像是名草有主了，给你发消息这语气也太官方了。那我也再官方一点吧。好的，许律师，你和刘律师都辛苦了。收到。你记不记得以前你每次连载的时候，都有人来阴阳怪气，说苏城的文比你的好看多了。当时你还不以为意啊，说什么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说读者有选择和评论的自由。你现在看呢，那根本就不是真读者，那肯定是陈思的小号在那自导自演呢。是有可能。你说啊，你大学的时候到底怎么得罪他了，让他这么多年就死咬着你，给你添堵？我要是知道就好喽。你抢了奖学金了？抢了推荐名额？你该不会是抢他男人？也不对，你母胎单身没有男人。艾米，你说这事儿会不会跟李时灿有关呀？听他那天在商场提起李时灿的语气，好像是对他有意思啊。哦，不会他又针对你又模仿你，是把你当情敌了？我对李时灿又没那意思，他这种情况应该叫做假想敌。哦，精准。这么说，陈思思那天确实还特意提了一嘴咱们仨在文艺部的事儿，夹枪带棒。但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不至于记挂到现在吧？就是说呀，咱们跟他都800年没见了，人家现在是当红流量炸子鸡。大家好，我是李时灿，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我的直播间。直播刚开始我就发现我们的观看人数已经破100万了。看来我们今天的福利啊，对大家很有吸引力。没错，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给我们的灿星们发福利，跟时灿玩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李时灿当了大明星也没什么架子啊，还跟粉丝玩真心话大冒险呢。既然大家想看，那我们今天就一起玩吧。好，那你敢不敢接受挑战呢？当然。这律师声明才刚发出去，营销号的道歉声明就来了。之前被陈思思买通那些水军也都熄火歇菜了。许怀颂有点东西啊。我们主编今天还跟我说呢，说你现在形象好，让我催你赶紧更新，抓住这波热度。正话反话都让他说。吃吧吃吧。规则如下，就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出你希望时灿做的事情。如果被选中的话，时灿不仅会完成你的指定动作，而且还会附赠签名照1张。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叫做诗情画意的粉丝说，时灿的幸运数字是7，能不能给通讯录里的第7个联系人拨电话，说出后天早上老地方见8个字？哇，这个要求够狠的。那既然是灿星提的要求，我们的时灿应该不会拒绝吧？当然，今天的宗旨就是有求必应。手机给我。
我们来听听看，究竟是哪一位幸运粉丝宝宝？这游戏刺激啊！要是我就给我妈打电话，肯定不会出错。是啊，谁有你那么机灵？嘿嘿。我啊，应该不是吧？你这个电话显示也不是他名字，而且阮，怎么都不可能通讯录第7啊。嗯，对啊。哎，你接不就知道了。喂，喂，好久不见，我是石灿。好久不见。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挺好的。那还住在之前的地方吗？嗯。我刚从国外回来，想找你叙叙旧。那我们后天早上找地方见。好。那回见，拜。这也太巧了吧！什么叫打瞌睡有人递枕头？你就见面啊，你问他参差的事儿啊！哎呀，这评论区都炸了。怎么是个声音这么好听的妹子？灿灿，你们不可以老地方见啊！刚才是谁出的铁？出来我们一块好好疼疼你。你们啊，就会给我找事情。等下播以后呢，记得提醒我去跟人家道个歉，不然到时候把人家割了，就不好了。还是跟当年一样嘴巴甜，3-2句话就迂回澄清了，不会赴约，哄好这么多粉丝，真厉害。那他的意思就只是玩游戏，没打算约你啊？行，哎，那到时候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问问他参差的事儿。这不太好吧？我跟他都这么长时间不联系了，上来就问这种事情也怪尴尬的。而且他也不知道我的笔名，肯定也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今天就辛苦各位老师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啦！各位，13给大家准备了奶茶，在外边的休息区啊。今天辛苦大家了，谢谢谢谢。水杯带一下，好。老师们这边请，我带你们去领啊。辛苦了。13，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大概15分钟，然后换套衣服，跟我去下一个商务展。好。哎，结束了？别提了，累死了。小姐，这是给您的。我。13，非常完美。谢谢。
什么情况啊？晶晶不是在吗？怎么部长跟我说他有事出去了，换我去送花？部长八卦嘛。啊？之前有次你不在，他就开玩笑说过，你和李时灿，一个幕后的金牌编剧，一个台前的男主角，正好内部消化一下。刚才你看李时灿啊，看的眼睛都直，他肯定想撮合你。不是，我刚才好了，跟亲闺蜜就不用解释了。我能不知道吗？景是旧时景，人非眼前人。你刚才哪儿看的是李时灿啊？是触景生情，又想起徐某人了吧？徐某人才是你的男主角吧？据说苏成是温香3次元里的学妹，因为现实纠纷才出手针对她。蹲个真相，爱的温香。我就说，之前写诗人都澄清明白，也道歉了，苏成这个第三方怎么还上蹿下跳的泼温香脏水？原来是3次元纠纷。细思极恐。哎，苏成哪个学校的？求神吧。怎么还人肉上了呀？别被当枪使了，看不出这波操作是专业的公关团队吗？温香背后有人呢。网络是网络弊，我才不会做这种事呢。哎，风向变得这么快，没有人觉得有猫腻吗？许律师，你看微博了吗？刘律师，你看微博了吗？看了。这事儿是律所做的吗？啊，不是啊。那会是谁？不清楚，但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不是我们的解决方式。不过，被告确实可能以为这事儿是咱们做的。学姐，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咱们比比谁更下作吧。你对我客气过吗？曝光的事儿不是我和我律师做的。不排除是被告实施的报复行为。SG 的高层应该都最清楚，被告是有能力对炸弹实施远程操控的。国内的治安环境这么好，陈思思就算想报复，应该也搞不了什么大动作吧。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 ，SG 因莫须有的侵权事件遭到同行起诉，受丑闻波及，股价暴跌，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雪英作为加州律师界颇有名望的律师，接手了这个案子，却在开庭前2天突发脑梗，抢救过来后被诊断为脑血管性痴呆。Sue is currently unconscious.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our case? Huh? This is the most critical time, and someone need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You understand? If no one is responsible, I will sue your firm. Just bear with me. I don't want to bear with you. Mr. Robinson, now I'm on it. 最后，许英的儿子许怀颂站了出来，称自己之前跟随父亲学习，
从头到尾接触了整个案子，可以来负责。案子再拖下去，股市情况将持续恶化。董事会在最后关头选择了许怀颂，没抱太大希望，毕竟临阵换军师是大忌。但结果是 ，SG 胜诉了，许怀颂凭一己之力，帮助 SG 起死回生。I think we have to talk about the performance. Yeah,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Let's talk about performance. So, what kind of ideas do you have, guys? 老公，你在家吗？啊？阮玉。对，我已经快到家了。啊，好。什么？你在路口接我？好，我还有5分钟就到。那边人跟踪我。嗯。别怕，往人多和亮的地方走。告诉他我正在向你这边过来。我已经朝你走过来了。哎，我快到了。那个，没事了，许律师，我已经到家了。刚才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没事就好。那你好好休息。网上那些信息，我已经在处理了。老公，你在家吗？哦，那个，不好意思啊，刚刚的电话我本来是想打给朋友的，不小心拨给你了。怎么了？徐律师，我家楼下停了一辆黑色的面包车，刚才在楼下的时候还没有呢。能看到车牌号吗？看不太清，但是看起来很适合绑人的样子。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是你想象的不法分子，就算是，
对方也不可能直接硬闯。你现在要做的是2件事：第一，把定位和小区物业或者是保安室的电话发给我；第二，拿上你的手机去确认门禁。好。我发给你了。嘘，先不要出声。如果你看见可疑人员，但对方还没开始动作的话，那就先别反锁门，退到离门远一点的地方，打开谜题，大声叫我的名字，就说你在洗衣服，让我去开门。听明白了吗？明白。如果我喊完，对方还没有离开的话，赶快去反锁门，立刻打报警电话。喂，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阮玉，你在家吗？是我，李十灿。十灿，你怎么来了？我们不是说好了要约在老地方见面吗？你不是因为直播才给我打电话的吗？你知道我在直播啊？嗯，那天跟明英在家没什么事儿，就看了一下你的直播。你们还挺关心我的，方便我先进去吗？外面我怕。方便方便，快进来。啊，十灿，我家没有男士拖鞋，你穿鞋进就好。还没男朋友啊？你进娱乐圈之前没这么八卦。坐吧。哦，好。嗯。那我可以可以。别人的八卦呢，我确实是左耳进右耳出，但你不一样，你是我最铁的学姐。还知道是学姐啊？刚才也不知道叫一声。啊，我的错，这个呢是我给你的赔罪。我路过的时候啊，看到，就顺便给你带了一杯。这不是大学城那家奶茶吗？这家店还开着呢。嗯。谢谢。双豆牛乳茶，全糖去茶底，牛乳换成豆奶，只要红豆不要绿豆。哦，我之前给学姐学长跑腿的时候，备忘录还在，只是对应的人名没有了。还好没有记错，不然就罪上加罪了。你有心了，但是我家没有什么能招待你的，我给你倒杯温水吧。好啊，温水就可以了。嗯，我最近养嗓子，少喝饮料。好，你等会儿。来，谢谢。对了，石灿，楼下那辆车是你的吗？哦，是我的车，有些邋遢。从苏市过来的时候下雨了，过来路上见脏了。你还特意从苏市过来啊？你直接跟我说你是做游戏就好了呀。当然不是因为做游戏，我本来就想找你，刚好因为做直播就顺带打给你了。有个事情，我不亲自跟你赔罪，我过意不去。石灿，你稍等一下，我有个事儿处理一下。好。
徐律师，实在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手机没电了，所以没来得及给你报平安，抱歉。是我朋友来家里了。你刚才哪儿看的是李时灿？是触景生情，又想起徐某人了吧？许律师。哦，你好。不好意思啊。不用跟我报平安，直接跟警察报吧。警察？他是你的代理律师？啊，对。我接个电话。喂。灿哥，我在楼下被警察抓了，你快来救我呀！二位稍等一下啊，谢谢。那我们去那儿等着吧。嗯。实在不好意思啊，石灿，是我想多了，还连累你跟你朋友来接受调查，抱歉啊。该说抱歉的人是我，是我没有处理好和岑思思的关系。我听岑思思说，你们是发小啊？我一个苏市人，他一个杭市人，怎么可能是发小？当年他爸爸来苏市做生意，他呢就跟着转学过来了。我们当了2年的同学，大学又是同校。他或许觉得这样就算是半个发小啊。然后这些年呢，他对我有那个意思。我有个微博小号，关注了你温香的账号，他顺藤摸瓜找到了你，可能就误会了。那你怎么知道我是温香？哦，大学的时候你找我修过电脑，还记得吗？你的有一个文件名上的笔名，我记住了，就悄悄的关注了。这么多年，你倒藏挺深的。哎，我寻思你们搞创作的都喜欢网络呢和现实都分开，不然跟在网上裸奔有什么区别？哦，不过你放心，我呢平时不会窥屏的，不然我也不会回国了才知道这件事情。我要是早知道了，早就处理了。微博上有人帮我删评论，还有人曝光岑思思的信息，是你的公关团队做的吗？我只让团队控评，信息曝光这件事情，我不清楚。会不会是网友自发的？这样吗？总之，我给你惹的麻烦，我会负责清理干净。舆论现在也平息了，你只要好好打官司，剩下的交给我。不用了，这件事情本来也不怪你，而且你现在那么忙。别费心这些事儿了，我这边有律师会帮我的。对了，我看你那个律师声明上的落款是志坤，许律师是志坤的律师吗？对。他靠谱吗？放心，他很专业，也很有经验。哦。终于找到你了，徐某人。但你好像也找到他了。
找到你的花泽类了吗？许律师，今天的事情真是对不起，叫你白操心了。许律师，你看过文档了吗？啊，还真的一条都不会啊。不过也是，任谁被这么戏弄了一通，还报了警，都不高兴吧？再说，他本来也是个大忙人。还是说他根本就没看到啊？许律师，你这2天是不是有点忙？什么时候会有空继续和我谈案子？10分钟后。啊，那我去开电脑。不用，10分钟后，你家楼下。不用这么急。不好意思，许律师，让您久等了。因为个乌龙事件，金贵的许律师2天都没回我一个标点符号，我哪敢让您这尊大佛多等我1秒钟啊！上车，去律所。嗯。许律师，你怎么到我家附近来了？从机场到律所，经过。机场到律所，经过这儿。啊，谢谢你接上我。喂，哦，张姐。哦，好，我知道了。许律，张姐在工地办案临时出了点岔子，我可能得过去一趟。那等你忙完，把我的行李送到公寓。哎，好。要不打个车？要去我家谈吗？要是不方便的话，就下次。我先回公司。方便，这边请。小心台阶。
人家就生了你2天气，你看你谄媚成什么样？完了，怎么了？没什么，许律师，请你稍微等一下。哦。许律师，请进。不好意思啊，我家没有男士拖鞋，你直接穿鞋进就行了。那是我之前视频做的地方。是我朋友来家里了。许律师，你要不要喝点什么？咖啡就好。速溶的可以吗？行，那你稍坐一下。刚才只想着别让大佛白跑一趟，忘了时差，应该让他回去睡觉的。每一次靠近你，谁虚梦，谁故意，
给我心跳的默契。不好意思啊，睡着了。喂。啊，刚睡着了，还没吃。挂了。徐律师，你还没吃饭啊？那要不要先去吃点儿？太热了。那要不点个外卖吧？哦，你不吃外卖？要不我给你做点儿，家里有吃的，你看看能不能凑合一下。不麻烦的话。不麻烦，你来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凑凑食材的话，可以做三明治或者意面，你看看想吃点什么？这个吧。看来你的胃还没有完全消化。想吃什么做法？炸吧。那你先去客厅坐会儿。水墨年糕不太适合炸呀，他应该是想吃苏式的猪油年糕吧？徐律师，我换成了苏式的猪油年糕，你在国外应该不常能吃到吧？谢谢。你怎么知道我是苏式人？哦，我了解过，网上有关于你的报道。你了解我做什么？就是对代理律师的基本了解吗？我也知道刘律师是杭市人。徐律师，你快趁热吃吧。好。吃的这么斯文，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你要吃？我不吃。徐律师，你吃吧，我先去洗碗。胃口倒是不斯文，看来今天炸得很成功。徐律师，你吃饱了？哦，我还没看。你这几天很忙吗？也没看微信。哦，原来不是故意不回消息，我就说嘛，
不至于这么小肚鸡肠。喂，怎么了？哦，猫罐头我放在厨房下层的橱柜里吧。对。那你看着办吧。首先，他养猫；其次，他养猫不会给猫洗澡，所以会给猫洗澡的是谁？你是说？他家里还有别人，他有女朋友。也可能他平时就是带猫去宠物店洗了。不过你说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任玉，我需要睡一会儿。徐律师，你在这儿睡吗？要不还……这么快就睡着了？ 律师真是个高耗能的职业。Destiny has perfectly aligned. Leave my heart to you, even apart a while. And if that's not enough, bring me in your eyes. My world has colors I never knew. Love is all I believe you'll feel it too.哎呦，徐大壮啊，最近出勤率蛮低的哦，好像上次见面已经是半个月了吧？吃不吃柴的？请你吃。哎，不吃，昨天晚上吃多了，现在还不消化呢。吃的什么呀？到现在还没消化。炸猪油年糕。哇，生活蛮有情调的嘛。那是，苏式特色嘛。哎呦，自己给自己炸年糕吃，行啊。还真不是自己。有故事啊。任玉给我做的。谁？任玉。他为什么给你炸年糕吃啊？你们两个怎么了？
当事人给代理律师炸年糕，很奇怪吗？不奇怪吗？什么当事人？什么律师？什么当事人给律师炸年糕吃？得看是什么样的当事人和什么样的律师。什么样的？反正不能是自作多情的律师。毕竟招人喜欢，是种贴服。把你包拿走吧，上班去。你刚才是不是骂我了？但我好像又没有证据。什么时候才能更新啊？我的电子榨菜，你快回来呀！写小说哪有不卡文的？这次不一样，男主的原型就在身边，怎么可能若无其事的写下去？相信作者是清白的了，现在就是好奇，这本书真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吗？好奇加一。这事闹这么大，现实中的男主角知道了吗？这个点还在工作的人，都是这座城市的精英啊！许律师，我收到邮件了，这么晚还在忙我的案子，辛苦了。倒时差，顺便。还不睡的话，我们谈谈案子。好，视频吗？语音吧。许律师，不好意思啊，稍等一下，我下去拿个资料。嗯，好。许律师。嗯，我在呢。啊，那个，你那边下雨了吗？嗯，正在下着。那看来我们在同一片乌云下。嗯。许律师，我好了。好。那我们从第3段开始吧。啊，这一段是害怕打雷的女主被大雨困在了艺术馆，偶然间听到男主弹琴，有被安抚到的情节。在另外一本小说里并没有，所以需要拿出来讲吗？这2本小说里面，对于琴房的描写其实还挺相似的。琴房应该都长得差不多啊，你是不是忘了？忘了什么？哦，你是不是忘了把网换成 WiFi 了？你那边好像网不太好，我这边有点听不清。嗯，我已经换好了。啊，现在好了，能听清了。好，那我们继续。下一段里面，女主曾经当众拒绝过一个对她纠缠不清的男同学，让对方不要打扰自己学习。而男主也正是因为看见了这一幕呀，不想影响女主学习，所以才一直没跟女主表白。对，我看写诗人发表的内容里还没有写到男主不表白的原因，这一块应该没有撞梗吧？但是这个设定会有点不合理啊。啊？我编的不合理吗？可是高中生最大的烦恼就是学习了呀。除了这个，男主还有什么原因不表白呢？不是每个高中生都那么幸运。哦，是
是我说的太绝对了。那这个设定不会影响到诉讼吧？没关系，我就是提醒一下你，小说不是还得继续更新吗？所以早点理清思路，恢复更新，舆论才能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是啊。雨停了。下这么大的雨，早知道今天就不来喂猫了。是他吗？徐怀颂，你身上干净耀眼的少年气，晴朗了我少女时代所有的雨季。喂，爸。哎，好，我现在出去。我这的雨也停了。那我们继续吧。好。
许律师，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不小心睡着了。你怎么没挂电话啊？那时候我应该也睡着了。哦，那我先挂了。什么声音啊？救护车。怎么会有救护车的声音呢？我在医院。